大家好，我是萨姐，今天来做一款杏仁可颂。加入了杏仁馅的可颂，外皮酥脆，内部松软香甜。春秋季节的室温最适合在家做可颂，不会因为室温太高，黄油软化而造成混酥。做可颂的面团一般偏硬一点，搅拌盆里先分别加入除黄油之外所有的材料。这个面团我们需要加多一点酵母，因为大量的黄油和冷冻面团都会阻碍酵母的活性。鸡蛋选一颗大号，60到65克左右。如果室温比较高的话，尽量使用冰水。先低速搅拌成团，由于面粉吸水性都很不一样，建议留少量的水，根据面团的软硬程度再决定是否加入。成团之后改成中速，可以形成这样的粗模。加入软化的黄油，继续中速搅拌。黄油和面团容易粘在盆底或者盆壁，需要不时用刮刀刮干净，再继续搅拌，直到出现薄膜。反复折叠，直到面团表面光滑。放在保鲜膜上，压扁，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。现在来做黄油片，油纸折成一个大小15厘米的正方形，黄油切片。无盐黄油比带盐的黄油水分含量低，有利于做出酥松的可颂。擀成一张平整无缝隙的黄油片，放入冰箱冷藏20分钟。撒少量的面粉，同时取出面团和黄油片，把面团擀成一个大约24厘米的正方形。如果黄油片偏硬的话，室温稍微放一会儿，软硬度和面团相近，放在中间，4个角向中间折叠，把黄油包裹起来，捏紧封口。擀成一个15厘米乘30厘米的长方形。如果表面有小气泡，用牙签戳破，进行第一次4折的折叠。用保鲜膜包好，放入冰箱冷冻20分钟或者冷藏30分钟。接着进行第2次的3折，为了防止压断黄油，先用擀面杖按压一下，擀成一个大约30厘米长的长方形。进行3折，折叠时扫去多余的面粉。继续放入冰箱冷冻20分钟或者冷藏30分钟。这次拿出来就可以进行整形了。擀压的过程中要保持面团和黄油的软硬程度是差不多一致的，这样才能避免出现破酥或者混酥。由于黄油在室温高的环境下容易软化，
所以开酥的时候室温最好控制在18到22度左右。擀成长度大约40厘米、宽度20厘米的长方形，切去头尾，以免影响开酥。分割成7片，底边为10厘米的等腰三角形。切割好的面片如果太软不好操作，可以盖上保鲜膜，放入冰箱冷藏几分钟。把面片捋长，大约30厘米，由底边部分自然卷起，小尖尖部分压在底部，不需要卷得太紧，侧面可以看到明显的分层。表面刷上薄薄一层蛋液，侧面不用刷。由于这个面团里含有大量的黄油，所以发酵温度应该控制在25到28度之间，以免温度高了黄油融化。如果湿度不够，可以喷点水，把湿度控制在75%左右。整个发酵过程大约2到3个小时。判断面团是否发酵好，除了体积膨胀了许多，还可以做一个 wobble test。最后表面再轻轻刷上一层薄薄的全蛋液。预热烤箱风炉模式至190度，放入烤箱中下层，先烤10到12分钟，体积明显变大，表面上色之后，可改成175度继续烤8分钟。大家可以根据自家烤箱的情况来调整温度和时间。取出的可颂转移到架子上放凉。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杏仁馅儿。室温软化的黄油加入糖搅拌，筛入低粉和杏仁粉，然后加入蛋液，这样就做成杏仁馅儿了。等可颂放凉之后，切开一半，表皮非常的酥脆，内部和表面都抹上杏仁馅儿。表面再铺上一层杏仁片，放入烤箱普通模式180度，大约8到10分钟。出炉放凉之后，表面撒上糖粉，就可以享受酥脆美味的杏仁可颂了。希望你在家也可以做出一个完美的杏仁可颂。大家有空也可以发作业到我的 Facebook。离开前，大家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和按下小铃铛。我们下集再见。